男人把大象的牙膏膨胀了10万倍，据说破坏力可以轻易毁掉一座房子。魔鬼一样的大象牙膏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他们找来废弃的校车和房子进行实验，当大象牙膏增加到数倍时会有多炸裂？首先测试的是一个空瓶子，他们把过氧化物和洗洁精倒进去，然后快速加入催化剂，拧紧瓶盖，赶快跑。膨胀的牙膏撑破了瓶子，化学反应很强烈。如果用校车做实验，会不会更厉害呢？接下来要测试的是超大波波球，氧化剂量增加到100倍。当催化剂小心地放进去时，他们快速封闭了出口，再推波助澜一下，大象牙膏瞬间膨胀，撑爆了波波球。越来越好玩了，大象牙膏分解的越来越多，多到大象也用不完，这可能就是它名字的由来吧。接下来要测试废弃的校车了，他们把剂量直接增加到1万倍。这么大规模的实验，又期待又害怕。所有人员撤到安全区域，小助手扯掉控制催化剂的绳子。大象牙膏从车的缝隙中飞出，仅仅几秒钟就把汽车全部淹没。它的分解速度如此之快，眨眼之间就结束了精彩的画面。大房子的实验已经准备就绪，他们1比1还原了迷你版的小房子。当几种化学物品同时放进去时，会出现什么结果呢？大象牙膏冲破一边的墙壁溢了出来，里里外外把房子全部包围。接下来要用大10倍的房子继续实验，化学物品不变，剂量继续增加。主持人割断催化剂的绳子，和小房子的反应一样，大象牙膏膨胀了10倍的泡沫。接下来要测试大房子了，里面有很多个房间，好像面积还不小。他们把剂量增加到10万倍，调制好倒进房子的容器里。忙碌的身影，期待的眼神，这一场大规模的实验很让人激动。所有人撤出场地，离得越远越好。当控制的绳索松开时，大象牙膏像洪水般喷涌而出，彻底把房子挤爆了。化学的力量极强悍又震惊，比想象中还要炸裂，就连离得很远的工作人员也被淹没了。实验的结果超乎想象，他们又一次创造了纪录。1万个水气球可以接住从高空逃生的人吗？还是柔软的面团更加安全？他们要挑战用9种不同的材料制作逃生气垫，究竟哪一种才能起到缓冲保护作用呢？3个志愿者已经准备就绪。首先测试的是平地摔倒被什么接住不会疼。纸板箱的硬度有点个人，如果从高处落下可能会受伤。那柔软的橡胶泡沫呢？3个人的感觉几乎一样，软绵绵的非常舒服，就是没有摩擦力，容易造成2次伤害。牛棚的干草堆看着不错，不知道人躺上去感觉如何？有点扎人，还有些埋汰，体验感不舒服。第4种是聚乙烯泡沫板，虽然撕成碎块增加了柔软度，但是沾满全身的颗粒甩都甩不掉，还是不够理想。那压缩的毛制品呢？就算被压成100层，但它的本质是软的，所以落下时完全不疼。接下来是1万张纸团的气垫床，揉搓的纸团还是有些硬度，从高处接人肯定不安全。那1万颗水气球呢？装满水的气球弹性很好，当人降落在上面时会起到缓冲作用，不知道增加些高度还会有效果吗？第8种是果冻气垫床，交弹的果冻竟然承住了人的体重，但是黏糊糊的触感却有点恶心。他们认为这种不适合做逃生垫。最后测试的是搅拌的流体面团，人一掉进去就被粘住了，裹满面糊的感觉让人窒息，而猴子认为他们裹得还不够全面。从头到脚均匀粘住，可以下锅了。这样的逃生气垫谁敢用啊？他们通过人体的亲身实验，认为逃生垫不仅要安全还要舒适，选择淘汰掉7种不适合做逃生垫的材料，剩下的水气球和压缩毛制品留到了最后。他们能保护从高空落下的人吗？节目组把升降台升高至3米，从这个高度跳下来属实很吓人。要在哪个池子里面更安全呢？一点也不痛，毛制品的吸附力和柔软度都很不错，应该可以用来做逃生垫。而水气球的弹性太大，可能会把人弹飞出去，也有可能会沉入池底。
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不要轻易尝试这9种奇葩的缓冲材料。你认为哪一个适合做逃生垫呢？如果从10米的高空摔下来，被什么接住不会受伤害？干草堆、游泳池，或是床垫子，还是像电影里演的垃圾桶，或者路边的小汽车？紧急情况下降落在哪里才能生存呢？4个志愿者穿上防护装备，准备亲身实验。他们将挑战从不同的高度摔下来，砸在7种物品上，能不能逃生？首先测试的是干草堆，升降机的位置一直升到了4米，相当于1层楼的高度。他们开始往下跳。柔软的干草堆可以很好的接住，不会受伤害。这个高度不算太高，干草堆暂时起到保护作用。那泳池里面的水呢？节目组准备了足够大的泳池，4个人准备好再次往下跳。我来！溅起的水花有5米多高，身体几乎沉入了池底，而且水的冲击力很打脸。如果把高度增加，很难保证不受伤害。第3个测试的是谷物麸类，很硬很厚实，不知道跳下来能不能接住人。就像一堆厚厚的积雪，掉进去就会深陷其中，也能起到缓冲作用。接下来要测试的是电影里常见的逃生方式——垃圾桶缓冲垫。节目组准备的垃圾桶很柔软，但是一般的垃圾桶可能会存在未知的危险，所以还是不要轻易尝试。电影里的人物曾跳在汽车上逃生，虽然他有部分减震，但是真的能毫发无伤吗？听声音好像有一点痛，4米的距离已经是极限了，再高可不敢尝试了。接下来要测试柔软的大床，猴子迫不及待地往下跳，看来有点不安全，于是搬走了大床，替换成5张弹簧床垫，柔软程度超乎想象，落下的瞬间就能把人回弹起来。3个大男人仿佛回到了小时候。第1轮结束，他们淘汰了垃圾桶和小汽车，升降机把高度继续升高至6米，相当于2层楼的高度。在这个高度往下看就有点吓人了，但是猴子看见草堆，执意要做出难忘的动作。完美的跳跃，干草堆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，6米的高度也能轻松着陆。他们对泳池一直持有怀疑态度，但还是想体验一下水花四溅的魅力。水的冲击力拍打着全身，只有2个人敢跳下来。这个高度落水可能会受伤，谷物的缓冲力一样不安全，密度太硬可能会再次摔倒。那床垫呢？2米的宽度，从高处看面积却很小，一定要瞄准了再跳。好在3个人都很幸运，降落在柔软的床垫上没有受伤，而最后1个人却怂了。这么高，如果瞄不准，可能会全村吃席。第2轮结束，他们淘汰了床垫、泳池和谷物，升降机继续把高度升高至8米，相当于3层楼的高度。这个高度往下看去，双腿发软，敢于挑战的4人也变成了2个人。猴子再次信仰一跳，胆量超人。高度加上速度，干草堆差点埋葬了2人。过于松软可能也是个危险。100个纸板箱能不能安全着地呢？升降机把高度升高至10米，相当于4层楼的高度。勇敢的2人咬紧牙关继续挑战。大面积的纸箱接住了他们，虽然在表面砸出一个大坑，好在人没有受伤，但是这么硬的纸箱真的可以逃生吗？外国人的想法奇奇怪怪，这么疯狂又奇葩的实验可不要轻易模仿哦。1000万颗泡沫粒中藏着1颗棉花糖，谁先找到它就能赢到10万卢布。泡沫粒和棉花糖几乎一模一样，如果要在1000万颗同类里找一类，难度不亚于海底捞针。小胖认为棉花糖是甜的，只有靠嘴巴才能找到它，而乔治嫌弃2只手找得太慢了，索性脱掉鞋子，让2只脚也加入了寻找。棉花糖的体积很轻，它可能不会沉入池底，随着来回走动位置也会变换。5个大男人仔细地翻找着，突然乔治蹲在里面一动不动，不会这么快就找到了吧？小胖赶紧过去帮他一下，装神弄鬼吓唬人而已，这么多的泡沫颗粒哪会容易找到呢？主持人建议开始第1个挑战，他把2只耳机扔进泡沫里，谁先找到就不会受到惩罚，耳机会发出滴滴的响声，就看谁的耳朵好使了。他们疯的一样到处翻找，泡沫的声音超过了耳机的响声，只有全部安静时才能听到声音。4个人挤在一起聆听声音的来源，确定位置才能找到它。耳朵竖得像天线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老王一头扎进了泡沫的底部，憋了很久才钻了出来。他竟然找到了1只耳机，甩掉了惩罚，让老王很安心。对面的乔治也找到了耳机。在阿伟的捣乱下，他彻底失去了耳机，但肯定在这附近没错。阿伟不放弃，继续扒拉，其他人也紧盯着这个位置，听见声音越来越近，他们把泡沫颗粒一扒到底。杰克眼疾手快，最先抢到了耳机，其他3人虽然生气，但也不得不接受惩罚。主持人用1根绳子把他们牢牢地绑在一起，走起路来前脚贴着后脚，如果有人想要脱离团体，就会让同伴摔倒。
看来短时间内他们谁也离不开谁了。两只手没有被束缚，还是可以继续寻找棉花糖的。在一旁看戏的老王没有注意脚下，差点踩死杰克。时间过去了2个小时，他们还是没有找到棉花糖。主持人提议开始第2个挑战，这次是把棉花糖含在嘴巴里报数，按顺序逐渐增加，输掉比赛就会受到惩罚。小胖把1颗棉花糖放进嘴巴里轻松数1，老王的是2颗棉花糖轻松报2，乔治塞了3颗棉花糖也能喊出3，杰克的嘴巴装得下4颗棉花糖勉强报出了数。轮到阿伟了，嘴巴塞了5颗棉花糖也能接着报数。第1轮没有人淘汰，接着开始第2轮。小胖塞进6颗棉花糖已经撑出了极限，再加上别人的逗笑，他根本发不出声音。杰克的嘴巴只能容纳9颗棉花糖，老王的容器也只塞了11颗，接连淘汰了3个人。乔治继续塞第12颗棉花糖，然后努力找到发音的位置，他又闯过了1次。阿伟的13颗棉花糖还能塞进去吗？他也过关了。乔治继续塞第14颗棉花糖，这次的嘴巴已经到了极限，塞得进棉花糖，但是发不出声音来。阿伟的嘴巴还能塞第15颗棉花糖没有问题，那16颗呢？嘴巴撑得像充气的气球。这一局阿伟赢了，其他4人就要接受惩罚。主持人将他们的双手用胶带裹在袖口里，把大手变成了小手，像鸡爪子一样找东西更加难了。小胖躺在里面等待着惩罚结束，而其他人不想错过任何机会。鸡爪子也可以翻来翻去，这一次阿伟很有优势，他有手有脚，找到棉花糖的几率比他们都高，就看他运气好不好了。时间过去了40分钟，主持人拿来1盒棉花糖，让他们预估一下里面的数量，差距最大的将会受到惩罚。小胖想了一下，应该有80颗吧。乔治认为可能有83颗，杰克的答案是95颗，阿伟掂了掂重量，感觉有120颗左右。老王目测了一下高度，认为有75颗，谁的答案更接近呢？主持人在众人的注视下，一个一个的数好数量，总共有77颗棉花糖。老王预估的如此接近，而阿伟的差数也是最大的，所以他的惩罚是笨重的相扑服，穿上之后也没有变得很厉害，被乔治一把放倒了，而且又累又热，就连找东西的心情也没有了。乔治和老王商议合作寻找，当他在前面翻江倒海时，老王在后面用眼睛扫视，只是速度还是太快，2只眼睛根本看不过来。又过去了1个小时，他们还是找不到棉花糖。主持人提出开始新的挑战，2幅画中只有1处不一样，谁找不到就会受到惩罚。他们看见2只猫哪里都是一样的，只有小胖找到了不同的地方，那就是猫的右爪花纹，它暂时安全了。第2幅画是水果的图案，他们看来看去，乔治快速发现了不同的地方，旁边的茶具不一样，他也安全了。其他人看得眼瞎也没有找到。接着开始第3幅画，3个人看得很仔细都没有发现疑点。主持人将画板靠近一些，这一次老王终于发现了，脖子上面竟然多了1颗痣。最后1幅了，这次谁能找到呢？杰克看到了藏起来的蝴蝶。这一局阿伟又输了，他的惩罚是后背支起1根棍子，这下彻底限制了自由，想找东西是不可能了。其他4人继续寻找，找了好久，棉花糖的影子都没发现，他们很累，好像失去了斗志。主持人拿来1个紫外线手电筒，照在棉花糖上就会发光，谁能将棉花糖投进前面的水桶里就是谁的，这可是个重要的工具。5个人轮流尝试，水桶的出口很小，而且棉花糖还有弹性，想要投进去特别困难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，好几次差一点就成功了。终于小胖不负众望，投进了1颗幸运的棉花糖，他也得到了紫外线手电筒。节目组关掉电源，让灯光更加集中，小胖打起精神仔细的寻找，同伴建议他从泡沫的下面照射效果更好，如果碰到棉花糖就会发出亮光。小胖忙碌的寻找着，其他人好像没有了机会，在黑暗中傻傻的站着，反正什么也看不见。只有乔治很想再捡漏一下，小胖一边扒拉一边照射，他几乎找遍了每一个角落，终于看见了会发光的棉花糖。主持人仔细确认了形状和大小，是它就是它。恭喜小胖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，整整找了5个多小时，一切努力没有白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认为用什么方法能快速找到呢？谁能穿过不断移动的人形墙洞，就能赢到高额的奖金？这么奇怪又奇葩的姿势，穿不过去就会掉进刺骨的冰水里。红队的乔治已经准备就绪，第1个图形都这么难吗？乔治紧张的来回踱步，僵硬的身体不知如何伸展，只能尽量匹配图形。还在移动的墙壁不断的碾压他，差点把头卡掉。但是这个图形也太难了，一般人怎么做得到？轮到蓝队的阿伟了，他的墙洞是2个部首，哪个可以穿过去呢？阿伟打算从大一点的撇过去，身体弯曲不灵活，他被推进了冰水里。红队的肖恩一上台就在预测图形，自认为猜得很准，没想到出现的图形是数字3，这要怎么过？眼看墙洞越来越靠近，肖恩决定从3的下半身通过。他抠着墙板不肯撒手，不想掉进冰水里。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。蓝队的小王蓄势待发，这次的图形是个树杈，小王坐在地上打算从最宽的区域穿过去。
漂亮，顺利通过，蓝队拿到了20分。轮到红队的4眼了，他的强动是跑步的姿势，细节太多，如何全面贴合呢？4眼很紧张，固头不固定，红队还是没有挑战成功。蓝队的大熊继续登场，这次的图形看着很开心，但是大熊却很担心，这腿抬那么高，谁能做得到呢？他努力做到了，却被卡在了墙上面。4眼好心帮他一把。这次的人形墙难乎其难，特别奇葩。红队决定让主持人出马体验一下，人形墙是一颗发芽的地蛋。节目组是一点情面也不给，主持人急得浑身发抖，本能的冲向洞口。替补也挑战失败，红队还是没有拿到分数。蓝队请出了现场的摄影师，一样是业余的，应该很公平吧？他的人形墙是字母 Z， 看着好像不难，只要趴在地上伸出双手就可以了。摄影师自信满满，轻松通过。虽然姿势与答案相反，但也为红队拿到了10分的成绩。这一次蓝队的3个人要同时挑战，人形墙的图形也很和谐，3个人排排坐，他们赶紧调整姿势准备迎战。2个人掉入了水中，另一个人卡在了墙里，蓝队依然很倒霉。红队也派出了3位成员，摄影师再次被强制上场，他们的图形酷似豆芽菜，但是仔细看还是有穿过的空间。3人准备好姿势，准备通过。只有摄影师掉入了冰水里，其他2人安全通过。红队又拿到了10分，成功赢得了比赛。这么奇葩又好玩的人形墙挑战赛，你能通过几个呢？